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between life and death. 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对于一群生长在山里的国中孩子而言，最遥远的距离是日益没落的偏乡，找不到改变家乡与人生困境的解放。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对于花莲卓溪乡太平国小的教师吕奎汉来说，在缺乏资源的原乡，找到能够让奔驰在群山之间的原住民孩子，勇敢走向开阔世界的自信。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对于在失去右手之后，还要承担起家庭经济重任的人，该怎么办？而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遥远的距离是面对困境时，有没有可能在身边找到一个契机？创客精神与3D 列印。吕奎汉，高雄人，在台东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东部教书，后来转调到花莲县卓溪乡的太平国小，这里地处中央山脉，布农族的小孩就在壮丽的山脉与野生动植物中成长。自古布农族的精神狩猎与分享，但是面对快速转变的时代，他们要如何面对科技与知识的竞争？ Maker 创客。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瞬息万变的科技创新，透过网络社群，就有可能找到对的人、对的知识与对的资源。这是分享的概念，也是创客的精神。孩子们在组装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学习的动机，跟他们坐在教室里面学传统的科目的时候，你看他眼神是发亮。我们来按一下这边，来秉勋你来按。好，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有一些我们之前设定好的档案。我们都知道哈，原住民原本就是一个 maker。为什么原本就是一个 maker？因为
他们孩子的家里，通常原住民孩子可能普遍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买，那他们就是比如说陷阱、猎枪，对不对？甚至家里的柜子、烤炉，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也就是说，他们很多东西生活中烧的东西都是自己捡一些不要的东西，或是可用再利用的东西，自己做出自己生活家中所有的一些可用的日常用品。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习惯动手。外坐标跟自己坐标，还记得我们刚刚画的时候有一个长、一个宽跟一个高吗？既然他们本来就是 maker， 那我们何不把这些，比如说像3D 印表机啊、检测切割机啊，甚至是一些简单的木工的机具、线锯机啊、砂带机这些，带他们如何去使用这些东西。那他们学会使用之后，或许哪天他们在生活情境中搞不好会遇到，那我们会带他们解决一些生活情境的问题。那一个族群的最根本的文化就是语言。然后这个案呢叫做什么？汤姆。那这个现在很少。那孩子们他们已经不熟悉语言了，那你又让他一直去追求新的知识，他慢慢的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现在的科技，然后带孩子们制作属于自己文化特色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开始教他们简单的程式设计，然后教他们跟着母语老师去录自己的族语。那个叫什么？树豆。我那把做咖喱浪。喜欢接触新知的吕奎汉，虽然身在中央山脉，但是透过网络，他还是可以毫无距离地接触到程式语言、Scratch 自学，以及3D 列印、Arduino 开发环境等第一线的知识。他发现这些科技应用很适合导入小学的课程，让偏乡的孩子早一点面对科技的世界。好，然后呢，我们只要把它设定成，于是他在太平国小开始建立有系统的课程规划。你的手环了，对不对？孩子们出去之后，其实做完这个机器，学的都是技术，但是他们出去展览，他们得到的是他们的成就感跟自信心。而且甚至他们可以在很多人面前大声的讲出，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语言学习机，然后也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布农族的文化跟语言。族语学习做完之后，那接着就是把我们的歌谣也做进来，所以我们又做了一台歌谣学习机。孩子们也是一样，不断的去重复的传唱，然后我们希望让一般非布农族也可以学到原住民歌谣，因为原住民歌谣真的非常的好听。而失去右手，家庭陷入困境的张宪良，也找到了一个可能改变他命运的科技，3D 列印。他靠着制图的底子，自学电脑设计零件，但是他不懂程式，相关的经验也不足。于是透过南方创客基地的李建佑老师改良，再从脸书联络工程师陈俊志帮忙设计机电感应模组的程式，开始找到了自制高功能益智的方法。而鱼池国中的教师们
同样也在构思新课纲的核心素养时，将鱼池的困境、人文和历史环境以及学生未来的需求跨领域的结合在一起，开始与台南高工和成功大学的师生合作，找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3D 列印。螺方到底要多大？而且不一定是要正方形哦，你也可以做成是相对的菱形啊、阶梯形啊等等，看你要什么就对什么。条件。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找出身边资源，创造机会，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创客运动。创客没有身份和年龄限制，只要有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实践做中学解决问题，同时重视社群的分享和交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创客。那他们又能如何做呢？创客运动中的核心，3D 列印。3D 列印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数位的方法，它原来是有一个3D 的形貌，那我们把它切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每一层呢，基本上以前是要从那个轮廓去做，现在切成一层以后呢，它变成2D 的轮廓。这2D 的轮廓就像我们的影像，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看影集，基本上就是一个影像一个影像一个影像。这个影集的这个影像看起来就是一个3D， 因为它有时间轴，2D 加上时间轴。那你如果把这个时间轴换成空间轴，那就变成一个3D 的物象。所以2D 的这个影像做出来以后，我们把2D 的形貌的东西做出来，一层一层把它叠起来，就变成3D 的物件。因为这样一个切层的动作就叫数位化，所以3D 列印现在被叫做直接数位制造。最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而3D 列印可以只用一台3D 列印机就完成各式各样不同成品，非常的自由、灵活，适合客制化。小量生产，特殊设计，创意不受限，能立即将点子转化为成品，是目前最广泛运用的方法。当因为自己知道已经自己是解知者的一份子的时候，那时候才深刻体验到，哇，不管是少了一只脚，还是少了一只手，你的生活困境，甚至你的心理因素，以及你的工作，以及你的生活上面等等很多，从以前有的一下子不见了。那当你一下子都不见的时候，我们个人要如何去承受这些压力？家庭的经济压力，外面的人看我们的一些观感的那个压力，自己还要调适生活上的一些细节的压力，然后还要找工作的压力，等等太多，就等于说，你必须要去面对，你要让一个身障者来去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够走得出来？很多东西只要某一些产品出来，像3D 列印这样的产品出来，很多东西你有构思，你有构想，你就可以把它变成实体化，甚至把它做出来。
现在回到需要义肢的张宪良身上。有了 3D 列印的技术，在陈俊志教授帮助下，经过半年合作，完成了第3代开源义肢。义肢可以握手、打字、端碗吃饭，甚至拿手机比出各种手势，完成大部分日常所需。当然，我走这条路也走了2年多了，做过15件左右。对，那也有国内也有国外。像这个的案子，它本身就是一个也是冲床被冲压到手指断掉，因为在我们台湾原本之前的工业社会都是属于冲床行业比较多，很多都是因为手指被压伤截肢掉，所以我就往这个部分去想，我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手指，它只保留一个指节，让我可以去让它戴上去，可以让它手指可以有所动作。那这样子有了这一段，前面这2段这些手指，我要拿纸拿笔或者是打电脑，都会比以往已经截肢这样子方便很多。但是虽然就是没办法说有那种感觉，就是差在这边而已。像这个是基隆的，住在基隆的一个先生，他姓什么我也不讲，因为碍于个人的意愿啊。当初设计的时候也是在想大拇指的部分要如何去让它可以动作，它就等于说可以有三个关节可以去转弯，然后去带动。像这样子，我要比什么 ？OK， 要比什么都可以自己去控制，可以抓握东西之类的。那比如说我们的矿泉水在这里，我今天他要拿东西握住，他就可以拿得很稳。只要他的腕力有训练到，他就可以抓握更紧。对，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部分连杆的部分，之前都是用3D 列印，那因为3D 列印本身的强度是绝对不够，所以我在连杆的部分改制作成铝板。这个铝板它是一个金属的物件，所以当你中间有一个金属去强化它整个列印的强度的时候，那这样子使用者的安全性会更加保障，是可以直接传达到我们的自己本身。也因为它这个部分关节是属于每一个关节都可以弯曲活动的，它这个也是这个，它每个关节都是一样可以活动的，但是这个不行，所以变成这个功能是比较单调，而且这个功能它主要是靠弹簧回拉的力道在抓东西，但是这个是靠我们手腕，跟我们好像我们手在做的那种形态一样，那种想法那种理念。我本身是机械制图科，台南高工机械制图科毕业的，对，我只是高职毕业，但是我从事模具这个行业已经有20几年，所以在这一些细节的细微的那个机械关节里面，我可以依照我的经验来去设计出这个既简单又方便又好用的结构。其实3D 列印它都是层跟层堆叠，都是一层印完之后再印上面一层，然后这样堆叠上来。但是当你堆叠的情况之下，你要表面要很漂亮，温度不能太高，但是层跟层之间的连接就会很差，很容易从层的端面去断裂。但是如果你要让它融合的更紧密，你温度要提高，但是相对的你外观就不会很漂亮，会造成这个样的情况。而且当你熔点太高，有时候你必须要它有一些小度在跑或比较小细微的，它可能列印出来之后，它可能会翘曲或者是变形不一样，所以这个必须要去慢慢去克服，慢慢抓这个技术。对，那再怎么强硬，你再怎么做，它还是有一个容易断裂的那个层面在，所以在这个部分3D 列印的情况下是很难去克服。所以我为什么会借由金属的部分来去补强
3D 列印这个强度的不足就在这里。第二步骤回来，再把原有的那个想法，把它实际画在我们的软体里面，就是绘图软体里面。画完之后，我们把一些所有的相关的干涉问题啦，一些长度、一些尺寸问题都解决了之后，我们再把它做切片软体，转成 STL 档，转成程式软体，让它切片完之后，再放到3D 列印机去列印这样。3D 列印大概分成7种标准的制程方法。那第一种当然就用紫外雷射光机照射光敏树脂，或是一个热线材，用一个热喷头把它挤出来，就像我们在家里用的热熔胶枪一样。热熔胶枪我们把那个胶是一个热塑性的材料，经过加热喷头把它挤出来，溶液体，然后把它掀起来。所以我常开一个玩笑，你不需要买3D 列印机，你只要把家里的热熔枪拿来，用手把它堆成立体化，一层一层把它堆立体化，就是一个3D 列印机。那当然，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粉末床的，那粉末床就可以用雷射光去照射，让它烧融，或者是说粉末床，我们用粘着剂去喷起来，让我们这个粉末粘结起来成型，也是一层一层把它叠起来。这个粉末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粉末，比如塑胶粉末、金属末、陶瓷粉末、砂粉。那如果砂粉我们把它堆起来，就变成砂膜，那就取代传统的砂膜，因为传统的砂膜要做砂芯等等很繁杂。那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出来。热眼的部分可以用雷射，或是用喷头。那这个组合起来就有3、4种方法。那另外最后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一层纸把它切割完以后，然后一层纸一层把它叠起来。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家里小孩也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切割纸完以后，我的轮廓做完，也就是刚刚讲的一层影像把这层纸切割起来，然后再用粘起来，它也变成一个3D 的物件。只不过现在是用自动化的方法去把它堆叠起来，就形成一个3D 物件。所以总共大概有这种7种方法，可以把3D 列印成型的方法来做出它。光固化是台湾一个团队做出突破的方法，透过一些会因为紫外线的照射，从粘稠液体变成坚硬固体的特殊材料，我们称为光聚合物，就可以大大加速3D 列印的过程，让原本需要10几个小时的制作过程加速到短短几分钟。光固化的设备其实它就是透过光敏树脂那光源，比方说有雷射光，有投影的光源，有这个所谓的 LCD 的面板去投射光敏树脂，让它固化成型。那所谓3D 列印其实就是堆叠成型的一种技术这样子。那它有针对一般的树脂或者是特殊性的树脂。那一般性特殊来讲，它原本开发4个颜色，黑色、灰色、白色、透明。但是它在去年的时候，它又增加一个彩色套件，让客制化，让客户他可以选择他想要的颜色，自己调配出来。那是比较贴心的设计是这样。我们在鞋型的角度，每个人脚可能不大一样嘛，那我们可以客制化，针对他的需求去做一个客制化的生产这样子。对，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3D 列印它强调就是多样少量的这种生产方式。另外，还有运动用品大厂也发表了一款名为“应用光固化技术”的跑步鞋。这款跑鞋的中底部分是与数位光学科技公司共同合作研发的4D 中底。跑鞋中体结构经过特殊设计，一体成型。前掌需要控制与转向，因此密度较高；脚跟需要缓冲，触感较软。做法是运用 Aramis 动态捕捉各领域运动员足部各区域的动态，以其17年来累积的运动员数据来设计中底结构。制作基本上采用光固化类型的数位光学合成技术，但材料为与 Carbon 合作开发的可编程液态树脂，在照射光源固化的同时打入氧气塑形。这样的制成不仅因数位光学合成技术能做出高度客制化的中底，
如果以现材的机器跟目前我们的主力机种在做比较的话，如果我们印一个这个物件 FDM 的这个热熔式的这种技术，它要1个多小时。如果单一个用光固化设备印出来，也差不多这个时间。但是我如果一次印10个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堆叠它是一个一个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如果10个，那你就乘以10，加上路径的时间，还有回抽这个时间。那如果以这种光固化技术的话，它是用雷射点去打的，打1层以后拉上来，刷一下下去打第2层，它是很多的动作就重复掉，所以我印越多，它有更多这个时间更节省这样子，所以要看物件，比方说我的物件是单一个，那 maybe 时间差距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我数量多的话，那它的时间就差别蛮大的。其实以档案的传输来讲，目前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可以透过这个绘制的，我们就用 3D 的档案，像这样的程式去建一个 3D 的模这样。另外一个方式可以透过扫描器。我们用扫描器的方式很快速，现在很多这个很简便的这个扫描器，它可以快速建模。现在有些人也把档案放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透过网络下载去做一些编排，也都 OK。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刚才以上讲的，我们可以用自己绘图的，也可以做扫描的，也可以现有档案去下载，这样它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所以越来越多元了。比方说这是做齿科的，这个是临时假牙，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牙型绝对是不一样。那因为早期在这种设备都非常贵，好几百万，那我们机器提供比较物超所值这种选项。那透过现在的外面越来越多做这个数位牙科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扫描器越来越便宜了。那透过这个扫描器扫描出来的档案越来越多，所以在后面的制程里面，它会更加速，让这个数位化的这个流程更方便、更快速、更准确这样子。另外，台湾在 3D 列印医疗上也有很大的进展。然后有比如说骨科啊、胸外啊、口外、神外，其实很多都很有经验的医师在我们医院。那这些医生他们又很勇于去做创新，然后接受这些新技术。以前这就是你颜面骨折之后，我们做3D 重建出来的模型。那你可以看到说，像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骨折的情况，就是你的右边的髋骨的骨折的状况。对，所以在术前的话，我们做这样子的模拟状况，就可以让你知道说，现在受伤的状况情形，跟你术后应该要有的状况情形这样。对，其实我们之前做这样子的手术的话，很大部分的话就是看医生的个人的经验，还有在手术之中的判断。那有这样子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更提早去模拟我们可能之后要怎么样进行这个手术。我们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之中，可以大幅的减短我们手术需要的时间，那可以减少我们手术的时间，那病患暴露在麻醉之中的时间，那就可以减少他们的风险，还有说这样他的复原也会比较好一些。过去医生他都是比较凭经验或者是手感，那可能现在他可以使用很多的科技来辅助他开刀，所以相对而言，其实我觉得3D 列印它的特点是在于很多创新的应用，那这些创新的应用是建立在很多外科医师的经验上，跟他们没有办法被满足的问题。对，有几个特点啦，一个就是相对细致度是高的，相对 FDM，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使用的 user friendly 很高，对，它比较让一般的大众比较便宜去使用。然后第三个是他们的技术不停地在研发跟创新。其实目前就这样子1年下来，其实受案也有10几例了，差不多10几20个左右了。那目前的效果真的都是蛮好的。
对于医院来讲的话，也是乐见这种状况，因为如果说病患可以比较快的复原完，他就可以这样子出院的话，那返家的话，对于医院来讲，对医疗资源节省是蛮不错的。但如果这个模型是可以帮助医生去解决一个手术，或者是它是手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术评估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个价值就已经进入到诊断的这个阶段跟治疗。那我觉得3D 验它其实未来就是数位医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对。这个因为用手机，所以它基本上可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3D 表机，因为它只做一个记轴。我们知道3D 列印一定要 XYZ， 那我们只做一个记轴，那 XY 在哪里 ？XY 在你的手机上面，所以它是一个共享经济的观念。所以把 XY 在你的手机是由你出手机，那你现在的手机可以用，你以前旧的手机也可以用，那我们只出一个记轴跟云端服务，所以就像你自己有手机，你在看影像一样，所以它最低的成本，所以这个机器大概台币大概1万多块，它几乎学理上是全世界。那你有看到其他的印表机，可能也有3000块、5000块，但它的解析度跟效能一定跟不上我们，所以这是学理上它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那当我们希望把它做到非常好，所以我们的价格大概1万多块，那我们也得到很多奖。手机3D 列印机它基本上就是属于第一种方法，就是用光固化的方法。以前传统的方法都是用紫外雷射光去照射光敏树脂，一点一点去照射。那你知道这一点一点去照射，就像我们签名一样，速度是不是很慢？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方法，就像我们在看影片是整个影像投影上来，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整个影像投影上来，每天不是在看手机吗？不是在用手机追剧吗？这个每一个剧不就是一个影像吗？把这个影像把它当做一个影像光源，那这个光源就是一个能量啊。那我来照射这个光敏树脂，那是不是就一层一层就可以把这个光敏树脂跟你用一点一点雷射光去照，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但当然也有所不同啊，因为你用紫外雷射光能量很高，因为紫外光能量波长短，能量很高。但用手机的光源，手机不能伤害我们眼睛啊，所以它能量很低啊，很低。我如何去发明这个光敏树脂，可以让手机的光照射它就由液体转换成固体，而可以这样把3D 物件做出来。所以我们花了差不多6、7年的时间去把这个光敏树脂研发出来。从以前最早用手机去照射它，如果要固化标准的100 micron， 可能要10分钟。我们现在做到剩下不到20秒，你想从10分钟到20秒之间，这有多大的进展？这材料的光敏感度要提升很多，我们要从各种配方去做研究，那这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也得了非常多奖，因为这个会跟我们未来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比如说手机，我们事实上这个手机3D 印表机呢，还跟云端连在一起。为什么？手机上面有 WiFi。连到云端，你看剧是不是也用 WiFi 连到云端？这也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云端上面是你的剧也是放在云端，我3D 要列印的图也放在云端。云端完以后，我就把它切成一层，就像一个影片，把它画成一个画面传到手机，一样的道理。我们所有3D 列印图档我都放在云端，然后切完成以后就传到手机，然后再去播放它。手机上面不要忘了还有蓝牙，我们利用蓝牙跟我们马达区控连在一起，所以我是不用接线，基本上用手机的蓝牙跟马达区控连在一起，所以它就自动化。所以你只要把它放上去，倒上树脂，然后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做出来，因为它自动连到云端，自动就区控马达，把3D 物件做出来。所以像这个机器，它基本上结合第一个手机的光，它是一个光学知识，是一个机构，因为要马达控制，是一个电路驱动，要传输指令，是一个通讯，要跟 WiFi 连接，它是一个材料的问题，所以它结合了光、机、电、材料、化学、通讯等等的整合知识在里面。所以这个机器呢，我们当初设计是希望来教育学生。一谈到学生说，3D 列印机是什么？
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跟他谈手机 3D 列印机，我每天都在用手机，说很容易就可以去学习，用我的手机当做能量，那就结合我刚刚所讲光、机电、化学、材料、通讯的方法。那这是一个我们当初设计是希望能够从教育去推广。那 3D 列印，我们如果可以从教育去推广，未来我们的下一代，它基本在数位制造、3D 列印制造方面，那我们全台湾就很有竞争力，在全世界也可以扮演非常我们台湾制造王国的一个使命。那即使进入数位制造，我们台湾还是有非常有优势，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现在看起来也一步一步在达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再回到鱼池乡3D 列印，虽然可以解决许多生活中遇到的课题，但是鱼池乡面临的是整体产业萧条、人力短缺、大量人力、山区幅员广大、交通不便、茶园的水量、制茶发酵室温度、湿度、化学成分等等，还有偏乡学生学习的自信等等，不是单一 Maker 能解决的。之前孩子都没有机会去学习到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就只有我们所谓的3个方向，就是街头、镇头、码头。那时候他们就是一直想要改变孩子的文化，能不能把他们从街头拉回来，从镇头拉回来，再从码头拉回来，用什么方式去拉回来，就是能够引起他们学习兴趣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课本的纸上的，是操作的，不管是 3DP 的列印的制作产出，或者是说物联网我们在感测元件的组装，孩子在他们平常上课的课堂上就会有这样子的科技的课程，然后他们就发现学习不再是枯燥的，不再是单调的，而且有科技的东西的确是给孩子满足了他某一个部分，说我跟人家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我们在乡村就觉得说这个城乡落差是那么的巨大，也因为这个就把我们拉近了我们跟都会的孩子学习的一个立足点。小孩子也学得说有回馈啊，老师这怎么可以做出这个这么有趣的东西啊？印出来这个好像就很美的东西，我们自己就可以操作得出来，不用像以前古时候还要送到商店去，然后才会有成品。我们现在自己就可以透过自己的设计概念去产出一个东西，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而且还可以调整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有趣的，而且还是可以应用的，而且跟我们的文化在地产业都有结合，因为我们是鱼池乡，是红茶的故乡，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科技怎么跟文化做在一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在做以后，他说原来是科技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因为 Maker 3D 列印技术的成功，不是国中生能驾驭的。所以鱼池国中与台南高工、成功大学做垂直整合，可以透过 3D 列印制造空气感应器的外壳，随时掌握制茶的状况。我们刚才利用 Delta 的机型印出了这个柱子，那接着呢，我们再要用这一台这个叫菩萨的机型，我们要用这个菩萨机来印这个4方块，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把这些柱子跟这个框框呢，它组装成像这样子的这样的教具，像这样。我们这个魔术方框印完之后，这个只是一个空壳子，一个架子而已。那重点就是，如果老师需要把一些相关的电子组件，像这是 Arduino 的 Uno 版，你要相对的要把它装到上面，就像这样子把它装上去，相对位置装上去，就可以完成相关的一些教具的设计。那像这一组，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范例，里面有相对的一些你要控制的，比如说这边有风扇，还有一些萤幕，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控制板，或是一些电池啊相关的，通通把它放在这个框架上面。那当然这是一个模组而已，你可以像这样子一直把它延续，如果更多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大的教学模组。我们在3D 列印的课程里面，就教导学生如何去建模，把他所想要的东西透由这个制图建模能力把它建构出来。那建构出来之后，有这个图形，再借由 3DP
把它列印出真正实际上可以用的东西。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4轴飞行器，那其实他们就是应用这样一个原理，比如说4轴飞行器的支架架构，那这些来讲的话，就可以透过学生就可以因为前面学的这个 3DP， 他就可以运用 3DP 的这样的能力去列印出这个架构出来。那他觉得说这个架构可能值的部分设计不是很好，结构设计不是很好，形状不是很好，那他就可以依据他所学的机构的这些原理，再去对这个结构去做一个设计跟改善。那改善完之后，再用 3DP 再把它列印出来，测试看看，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刚好，就是符合到4轴飞行器所做的需要。那孩子就在这里面不断的尝试、创客，再尝试、再修正，来达到整个呈现出他所要的这个专题制作的成果。南工这边有发展4轴飞行器嘛？那茶园里面这么广大的茶园里面，农药的喷洒啊，或者是茶园的照顾等等，这个都可以透过4轴飞行器去做一个整个茶园的状况的一个观察。那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结合。那这些都是高中端跟国中端的结合跟运用。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落实这样一个高瞻计划，让大学端所创造出来的专业技术课程的部分流到我们高中端来去做开发，开发完之后推广运用到向下扎根，科学教育向下扎根到国中端，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教育的一个推动。也可以透过无人旋翼机的应用，大规模的茶园监测及喷药过程。但是旋翼机飞手的养成不容易，新手常摔机，摔机后的修护成本昂贵，所以必须要多练习操作，从挫折和失败中学到飞行技术。成功大学设计出虚拟实境，来降低操作旋翼机的门槛。这是一套学生研创，结合了虚拟实境、万象平台和旋翼机的系统，透过软硬体的整合，让飞行技术不断的进步。第一个是 public 的部分 ，public 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买旋翼机的时候，旋翼机买来的时候，你可能初学者在飞行的时候可能会撞到树啊或者障碍物的部分，那它撞到就会产生损失嘛，损失可能就几千块或者几万块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模拟的系统，可以让它去做一个模拟，而不会去做摔坏，然后可能会造成财务的损失这样子。就是 training 的部分，就是训练的部分，就是说民航局规定我们2公斤以上的旋翼机，我们必须去考一个术科考试，它必须取得一个驾照，类似像机车啊、汽车，我们必须考到证照才能做飞行。那我们是不是有个系统可以让它做一个模拟飞行，以及达到训练的目的？那看一下这个影片，就是杜拜的第一人称视角的比赛这样子。那从这个影片中，其实它是非常高难度的飞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最基础的飞行去做学习，了解到我们要如何输入才能得到这样的输出，然后再做训练加强，来得到这样的高难度输出这样子。我们这个里面呢，我刚刚讲说它结合光学、机械、电子、化学、材料，事实上它是基本上国中的统合。它有国中我们学过物理，学过数学，学过化学，甚至生物。因为3D 列印，它基本上还会用到生物3D 列印，所以它是一个统整科学，把所有的科学每一个你学到的都可以统整在上面。因为你要建模就要数学，那基本上我们要算一些基本的方法。如果要讲到我们深，它基本上有非常好的数学根基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它光学在物理就上过啦。光固化反应在材料里面，化学里面又学过了，那这个影像数据通讯，我们在科技教育里面通过。所以呢，我们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现在新的课纲里面有一个叫做科技整合教育。那科技整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他在以前学到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甚至文学、英文整合在这上面去理解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教育的目的。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是我
活在你身边，而你不知道运用。从偏乡到都市，从一枝到茶叶，从齿模到球鞋，从感测器到旋翼机，我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课题，都会感受到困难而无法解决，这就是最遥远的距离。有人说布农族天生就是 maker， 因为资源不够时，他们会自己动手做东西来解决问题。就是这个精神，我们相信，只要一个人、一个地方可以改变，就代表每个地方、每个世界都可以改变。这就是 Maker 创客精神与3D 列印